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。这青葱郁郁从前，苍茫时刻，人心最难。有人出列，有人出现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使然，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。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家，还加，在家，已经到头了，不能再加了。飞哥，这不能再动了，这是安全数值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飞哥，这很危险的，不能再加了。李总好。今天怎么这么空啊？前段时间忙呗，怎么着？听说你最近一直赢啊？必须完胜啊！低调点啊，点到为止，免得遭人恨。那你这是让我故意输啊？有点难度。飞哥，飞哥，外卖到了。叫李总。李总好。去放那儿吧。什么情况？这是？能有什么情况？这小子现在跟我干。来，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李博，李总，咱们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。李总好。高强，这小子人不错，之前学设计的，聪明伶俐，吃苦耐劳，最重要的就是酒量奇高。有机会给李总表演一个。随时。李总，您喝水啊，放那吧。飞哥，一起聊。不了，那个我去忙了。可靠吗？早我就给他查个底儿掉了，傻小子一个。不过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，他有个表哥，是法官，执行局的。法官？没准以后能用上啊。别玩悬的啊！这个事儿帮我查一下，需要费点精力。我来看看，谁又和我结缘了？上元集团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是我们谁都不愿意见到的。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性的问题：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跟公安机关的联系，我得出了几个结论。第一，
林梦秋涉及到的校园贷，应该是手段最为残忍的落贷。我在公安机关那儿得到了信息，在青港，校园贷最应该关注的一个人叫谭文，公安机关已经盯了他很长时间了，而这件事情肯定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第二，林梦秋案呢，有它的特殊性，因为林梦秋的身份，包括情况都比较特殊。之前啊，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大学生，因为还不清贷款，被迫辍学，从事了一些酒吧、KTV 等等的陪侍灰色工作，甚至有一些人被迫从事了地下代孕。林梦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过激行为，我想应该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胁迫。第三，这个案子我们查了这么久了，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见过申请人蒋玉霞，她说她和林梦秋没有任何的现实交集，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呢，是通过中间人来达成的。他们利用了一个叫欧金信贷的手机 APP 来签了合同。通过蒋玉霞跟我的描述，我基本可以断定，这个中间人就是谭文。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同意齐法官的分析，林梦秋的案子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还款案了，它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大的刑事伪贷案，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范畴。林梦秋案，我们应该停止执行，把案子移交给公安机关。舒厅长，什么意思啊？林梦秋都要跳江了，这事儿咱不管了。我们是法官，法官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齐法官说的你也同意，放着幕后凶手咱们不抓了吗？你那么想抓人，申请调到公安局去啊！散会。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不安的憧憬着，落水的抢救的奖励的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安静着吵闹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就建好了。没错，下个月进行验收。哎，快归快啊，施工建设安全可保证好了。您放心吧，沈处长，启伦集团的项目怎么会偷工减料呢？一定正常施工走流程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里边看看。沈处长，这个施工项目的等级是按照国家最高标准定的。沈处长，如果说让您在这一栋楼里边选一套房，你会选择哪一层啊？李总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沈处长比我们懂房。不瞒您说，您选择哪一层，我们就把那层作为样板间；您选择哪一套，那套房子就是沈处长的。开什么玩笑，李总，这可使不得啊，使不得。那咱们有言在先，我就是帮你们出出主意。8层。
8层，采光好、通透，数字还吉利。那具体是哪一套？这可有点强人所难了，李。那我瞎说一个，3号吧。3生万物嘛。好，803就是您沈处长的房子。露露，你叫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怎么样？穿成这样什么意思啊？师傅，请授徒儿一拜。我要跟你学打拳。你先等一下，你跟我学拳，那你条件差了点儿。我这条件怎么差了？肌肉、反应速度还有抗击打能力，你都不行，你得从头练起。有思想准备，都听你的。好啊，那每天1000个跳绳，200个卷腹，200个蛙跳，还有1000米的折返跑，每隔3天休息1天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不过师傅，你能不能先教我几招实用的，肌肉啊、反应速度什么的，我可以慢慢练。那可不行，你叫我师傅就得听我的。看清楚了吧？师傅，能不能再来一遍啊？行。这回看清楚了吧？看清楚了。你来。啊！要不咱们还是从基础的练起吧？别，师傅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姐，你在打拳呢还是跳舞呢？你是法官，又不是法警，干嘛要学拳啊？当法官太闷了，我要发泄。你好，严丁女士在吗？严老师在楼上画室。燕迪，我们现在要对你的案件进行强制执行。你画廊里的画，我们清点以后会进行查封扣押。这是裁定书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抗议，你们还是要用这种强盗的方式去满足施健康，对吗？请注意你的言辞。燕迪，你与 Simon 签订的赠与合同的时间远远晚于法院的判决书，这不是巧合吧？但我想告诉你，在法律面前，这些都是徒劳。我们查封扣押的画，会由法院进行法拍，拍卖所得用于偿还你的个人债务。为什么一定要拍我的画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画很值钱啊？好，我现在就把每幅画定价1块钱，你去拍啊，去拍呀！燕迪，你不要说气话，我们评估过，你的画是有一定市场价值的。我们今天来，也是想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？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我的画都变成石健康了，对吗？拍卖所得，还清欠款，这些画就还是你的。如果还不清呢？只要你有财产，我们就要继续执行。我没有别的财产，我只有画。那你以后画的画，我们依然要拍卖。
把手松开！宋长，放开我！告诉石健康，我就算把手废了，我也不会为他而画的。杯子一定要擦干净啊！擦完了都要检查。对，要有顺序擦的啊。够了。九叔，你怎么还在抢人杯子呢？喂，喂，楚源，我看新闻评论说你们执行局执行过度，逼得被执行人跳河了。何止被跳河呀，还逼得一个自残了呢。上酒啊！上酒啊！喝酒是件快乐的事儿，别喝闷酒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你喝酒了？周末呀，大哥。你不能喝酒吗？你没事吧？事儿好得很，谢谢关心。喂喂，上酒。九叔，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呀！我从来没去过别的酒吧，这10几年了，这还开着，真好。有那么几次啊，差点要倒闭。我怕你找不着喝酒的地方，咬着牙坚持下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怎么了，丫头？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？很不开心。那就再喝半打。喝完了，如果还没有好转，那就再哭一回，真好。听你的。给他来半打。楚源，楚源，九叔好。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谢谢。电话里面听到九叔的声音了。那正好，来，一起喝2杯。我开车。那你来干嘛来了？不喝酒不耽误聊天啊。说吧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？你是第2个问这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九叔。晶晶啊，你的老同学在我这儿多喝了几杯，你来接他一下吧。要跳河的女孩叫林梦秋，大学还没毕业，她手臂一直在抖，风要是再大一点，她就要抓不住了，一定会把她吹下去，冲着我们喊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呀？如果我不跳河了，我不死了，我是不是就不用还钱了？你们是不是就不执行了？
你们是不是救了我，还是要执行呀？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。我怎么回答？我觉得那是灵魂拷问呢，真不敢说。我们救了你，我们还要继续执行，真不敢。楚云，对事不对人，你不必多愁善感。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法律就是冷冰冰的。冷冰冰。你是律师，也是搞法律的，冷冰冰你做得到吗？反正我做不到，为了酒我也做不到。法官按照法条判断是非，伤感、同情心，甚至道德等等，往往是影响公平正义的绊脚石。你跟上学的时候一样，表面强硬、冷傲，但是骨子里却充满了柔情。他跟上学的时候大不一样，酒量差太远了。丫头，静静来接你了，走吧。我这还有2杯酒没喝完呢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九叔，你真没劲！行，我们能走。能走啊？能走。九叔，我买单。分开这么多年，就别再纠缠，爷们儿得有个爷们儿的样。单买过了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这木子峰还敢来这儿，不怕九叔抽他呀？你跟这闲掺和，我就该去会会他。赶紧走吧。难受吧？没有。骗谁呢？你以前可都是因为心里难受才去的九叔那儿，尤其是失恋那会儿。大姐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，好吧？大姐，很久以前我去那儿接你很多次，好吗？要不说你是我最好的闺蜜呢。今儿又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法官这大晚上的也出来喝酒啊？法官也是人，法官有业余生活。你说，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木子峰？炎迪，炎迪，我的一个被执行人。大姐，你都喝酒了，咱们能不能别聊工作了？就是突然觉得炎迪挺可怜的。你看看窗外，这些还在忙忙碌碌的人，哪个不可怜？生活多不容易啊！炎迪是个画家，是一个盲目相信爱情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可是他到了晚年了，当着我的面狠心把自己的手给擦脏了。他说那是对爱情绝望的惩罚。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早一点遇到他，我应该多去看看他，我应该多跟他沟通，我应该早一点走进他的心里，也许这个事情就能避免了。那把锤子
擦在他的手上，也擦在我的心上。我跟他一样疼。林梦秋啊，这回你可算是出了大名了。现在全青港的人都认识你。哼，你说你还想不想出更大的名儿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吃苹果。吃苹果？你是不是以为你死了以后，这事儿就能一了百了？你们家住哪？你妈在哪儿上班？你弟弟在哪儿上学？我知道的是一清二楚。你死一个试试看！我敢保证，你死了以后，你的照片不仅会风靡你们全校，还会走进你的左邻右舍，包括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你弟弟。我让你弟弟全校同学拿着你的照片当课本。就想不明白，连死都不怕的人，怎么就不能替人生个孩子呢？吕文文，你俩关系好是吧？你说如果这个吕文文见着了你的照片，他会不会想帮你还钱呢？啊，万一他想的比你开，愿意替人代孕呢？啊？你要是敢伤害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干什么拼？在乎他是吧？那就证明你还有牵挂。有牵挂的人死不娶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真的死了，这笔账他也得有人给我还。到时候是张文文、王文文还是这个吕文，我说了算。飞哥，飞哥，秘书一会儿会把标案拿给上网道审核。历史的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。我现在在8楼上网道办公室门口等你。好的。明白了，尚总。去吧。这洗手间又坏了，很快我就修好了。去住宿。我把手松开，不要乱叫，好吗？
里拿着什么？我打给我看看。公司机密。刀很快的。下一张。说话。这是你弟弟的照片吧？10分钟以后再出这个门，听懂了吗？他的手能再画画吗？我说过，理论上通过复健他是可以画的。你能保证他画的跟以前一样好吗？这个谁都保证不了。复健本来就是个很痛苦的过程，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恢复到了生活的必须水平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可以拿东西，但是拿不了重东西。周大夫，您是骨科的权威专家，您必须得想想办法。严迪是拥有大批忠实粉丝的著名画家，如果这批粉丝没有了他的画，他们都会疯的，真的。所以他的手绝对不能废。您刚才说的那个复健是吧？什么时候能开始？这个复健需要多久？复健需要我们看他的恢复程度进行一个判断之后，通常来讲，恢复到生活水平至少要1到2年的时间。你说什么？1到2年？时间也太长了吧？周大夫，我和我们所有的人不能没有严迪的画，不然我们的世界就会崩塌的。我可以等，他的粉丝等不了，世界等不了，艺术等不了，等不了。您别太着急了，现在除了复健，他更需要亲人朋友在心理上的支持。再说了，国外也有画家受伤之后换左手画画的先例，那不也很好吗？他左手画不了画，为什么砸的是右手？他没有这个权利，他的右手不属于他自己。标底应该在8亿到8.3亿之间，这个价格我问过沈四方了，他没有否认。我打听过了，新源集团报价8.7亿，天宇地产报价8.4亿。咱们报8.2个亿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比咱会低。陈总，上源集团报价8.1亿。你们在这儿等我。感觉怎么样？疼。闫妮女士，我要向你道歉。为什么？那天是我们的方式太简单了，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我砸我的手，是我对石健康的报复。可是，你不用自责。逼我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
我有一些想法，可以跟你说说吗？虽然你的手受了很重的伤，但是很抱歉，案子并没有结束，生活还要继续，你也还要画画。对于那些喜欢你作品的人来说，你到底是为谁画的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，甚至是为了偿还时间康的赔偿款。不，我的作品都是怀着爱而画的。如果让我为他而画，我的作品就变质了。他这个人我早就知道，花着我的钱，还跟他的女学生卿卿我我，在我心里他早就不是我的爱人了。他已经变成了那个不追求爱，只追求欲望的野兽。如果真的让我为他而画，我的作品就会变成我情绪的发泄。作品变得丑陋了，那我的心呢，也会变得丑陋的。这么大一块蛋糕，如果你掌握了分配权，你会只选择跟一家公司合作吗？多少家我不管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他得了那么多好处，胳膊肘敢往外拐，我肯定不答应。所以啊，要把他请来，敲打敲打。好狗，永远只能认一个主人。请喝水，谢谢。永秋，你还好吗？你们是来逼我还钱的吗？法治社会，欠了债该还还是得还的。但是你的情况，我们基本了解。谈文涉嫌校园贷，对大学生实施敲诈，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。我能想象得到，这段时间你过得有多难，心里有多么的痛苦，在精神上饱受了多少的折磨。你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坚强了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坚持一下下，配合我们说出事情的真相。这样我们就能对你暂缓执行，甚至对你的案子进行再审。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文文。我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你说吧。尽管说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，他就要害文文。我不想连累我最好的朋友。听我说啊，有法律给你撑腰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你说吧。陈总急着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个单永道不按常理出牌啊！怎么了？有人告诉我，他竞标的价格低得让人难以置信。我怀疑，他就没想认真竞标。
什么人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啊？一个热心的朋友。是这样，陈总，尚永道啊是做建材生意起家的，他在材料这一块有很强的渠道优势。咱们青港有30%的建材市场都是他们上元集团的，在材料这一块有价格优势，报价低也就顺理成章。当然，这是我的猜测。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？尚永道就是想恶意压价，竞标成功以后，再去考虑营收利益。尚永道用他这一套打法可不是第一次了，陈总，你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那他这个人太让人失望了，口号喊得山响，可背地里净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如果我们青港商界不清除这种害群之马，哪儿来的风清气盛？沈处长，这事儿你得管啊！陈总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猜疑可是会影响团结的。猜疑也好，证据也罢，尚永道肯定不靠。维护公平公正，我们只能靠沈处长。我们启文集团如何竞标，还请沈处长多多指教。齐法官，你刚才为什么不劝他回学校住啊？在这儿多不安全啊！学校这么多人，风言风语的，他心理压力更大。那个谭文再来怎么办？哎，要不我跟田家轮流值班到这儿来保护他，怎么样？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公安机关了，一定要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好的，好吗？我还是不踏实。不能越界。邪恶的、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复杂着。迷茫着，踉跄着，孤独的徘徊的无语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久违的、失语的、热闹的、不安的憧憬着，落水的、抢救的、奖励的、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、安静着、吵闹着、混沌着、崩溃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、破坏着，都无力面对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坚毅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坚韧的，百折不挠，照亮你和我。邪恶的、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，复杂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、破坏着，都无法抵挡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高尚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前行着、百折不挠，照亮你